中共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联合参谋长刘振立双双被抓了。这么炸裂的消息靠谱吗？到底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呢，还是纯粹胡扯？作为好歹进过中南海的人呢，我给你聊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大家好，我是大卫。国内外的媒体这两天大事儿已经不是习近平了，主角换成了刘振立和张又侠。他们传的是有鼻子有眼儿，说20号有一个重要的中央导向的会议，这俩人理论上应该参加，但是双双缺席。然后呢，他们就盛传老婆、孩子、秘书双双两家人全被抓起来了，据说走的时候还戴着那黑头套。我直接告诉你我的结论吧，这99%就是胡扯。我们评价一个新闻或者传闻它是否靠谱基本上应该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它是否符合理论和常识，你得符合逻辑第二，你看它信息源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吧。老习在2026年他开局实际上是不利的，至少说在国际上两件事儿。委内瑞拉的朋友就是那个马杜罗已经被抓了，而且美国抓他的时候前2个小时刚和他的特使见面，说明在南美洲他痛失了一块自己的所谓根据地，本来还想着买便宜油，想着卖武器呢，你看直接被抓了。剩下的100多亿能不能要回来这都是一个悬念。第二，那就是伊朗差点打起来，未来1周呢也有可能会打起来。那第2个油罐子又被打掉了。你说老习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应该需要内部的稳定，尤其是军权的稳定。你这个时候把军中2位大佬都清洗了，符合他个人的利益吗？咱们知道过去几年像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总装备部长、空军司令基本上都清洗了一遍，现在留下来的人呢，应该是筛选了又筛选。更重要一点我跟你说一下，现在他军中倚仗的张又侠，我看了一下，已经是76岁了。你不能因为一次所谓的学习会议没有参加，然后就武断的认为他已经被抓起来了。那我们从常识来考虑一下，除了刚才讲到的习近平需要军内的稳定之外他另外还要考虑张又侠是个什么人我们通过过去的几年发现，他一直是老习在军中的打手，同盟军。双方的利益已经深刻绑定了。作为一个76岁的人，他只能这么走下去，没有回头路。说最近刚刚提上来的总参谋长现在叫联合参谋长刘振立，那更没什么问题。你本身这个职位他就是一个出谋划策的，这俩人实际上并不掌握真正的实权。所以说，从常识和逻辑上，2026刚刚开年，习近平需要内部，尤其是军中的稳定。所以说老习他没有什么动力去折腾这个军中的大佬。至于说什么贪腐什么不忠诚这2条基本上可以排除。一个是参谋长，一个是军委副主席，这俩人在情报系统的眼中，或者在老习的眼中那几乎就是透明的。所以说忠诚应该不是问题。第二个呢，什么贪腐那就更不是问题了，多少捞点钱也很正常。那我们说，除了常识和逻辑那就是这个信息源头是哪儿？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谁在热传呢？我们还是能够梳理的。在这儿呢，我几期节目前都聊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听众呢，他就有什么样的主播。
因为中国刚刚翻出来的民众，他对海外信息并不特别熟悉，然后呢，他们总是想听到一些惊悚的消息，你给他讲实话，他不爱听。谁谁谁政变了，谁谁谁被抓了，用一个极小的代价，他就能够换来改天换地这是人本性中一种走捷径的想法。老朋友们都知道，在过去的2025年，我一直说张又侠什么劫持习近平那就是个谣言谎言。因为好歹咱也是进过中南海的。首先我跟你说一下，这些军中大佬他们都不在中南海办公，他们也不在八一大楼，那只是一个仪式国防部所在的地方。而真正的指挥机关是在西山的指挥所，他们平时根本就进不了中南海，这个很多人不清楚吧？所以说很多人自称为中南海听窗师，我敢说他可能都没进过那个门，好歹咱还进过。我跟你说呢，若干年前那时候还是这个江时期呢，我有一个老乡，他担任江系统的枢密具体职务就不说了这个人现在活着呢虽然已经退役了。他本身就是中央警卫局的人，然后呢，我们就沾他的光，带我们走了走，也进过那新华门。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即使你进了新华门，你离那个中央首长的办公地方还远着呢你只能在周围转转，然后呢，远远的看一看，仅此而已。因为它里边呢分为3个区，最核心的叫做甲区，甲区围绕着谁呢？围绕着1号首长的起居和办公。当时什么瀛台什么怀仁堂这块都叫做甲区，持有甲区通行证的人你才可以进入。那接下来呢就是乙区，一些大佬常委级的基本上住在乙区。还有一个呢叫做丙区，丙区已经到了最北边了，那就是一些机关人员是住在丙区。你看我们也仅仅是在外围看一看而已。而且他讲如果说没有警卫局的同意或者是中办的预约，你什么总理副总理什么军委副主席你是根本进不了中南海这大门的，你进都进不去。另外有些人讲，既然都做了军委副主席，然后军衔都到上将了，就不能带一支人马这攻进去嘛？毕竟警卫局兵力有限，这个大家就外行了。中共的管理体系中，尤其是军队，是军委主席签字你才能调动一个排以上，你连一个班都调动不了。军委副主席一样的，只有一个人能调兵，那就是老习。目前来看，所以说参谋部有自己的特种作战部队，如果说没有老习的签字没有人会听张又侠和参谋长的。第二，即使说中央警卫局它内部也有一些直属机构，虽然说我穿军章，但是他听这个警卫局局长的，或者说是这个中办主任的，现在是蔡奇，他根本不会听你总参谋长的话的。虽然说编制序列在总参谋部警卫局，在这种情况下，政变已经不可能了。掌握军权的人不可能，总理副总理更不可能。能政变的只有一个部队，就是警卫局的内部。而内部它也有很多的山头，也在互相监控。所以说真正你现在搞政变是难上加难，这比那个抓捕四人帮时候困难更大了，尤其是在现代科技加持的情况下。我另外一个节目《大卫军情局》今天讲到，乌克兰的国防部经过了改组，这位刚刚上来的90后国防部长一上任就干了一件大事儿。如果您对这个感兴趣，欢迎关注大卫军情局。也再次感谢您打开小铃铛，明天我更新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再会。